好，这个黄吕锦如被搜索啊，然后带走，然后呢被声押禁见。今天下午要开庭哈，声押禁见哈。那这庭可能会开蛮久也说不定哈。那黄吕锦如呢？黄吕锦如他原来是这个市政府的民政局长啊。8年，当然8年民政局长，因为民政局长的好处就是跟里长很熟啊，跟宗教都熟嘛哈。那他家里大概这个财力还不错了，所以呢很多活动他自己出钱。有人讲说自己出钱，没有真的出钱，他是真的自己出钱。有一次我记得办一个什么活动啊，他就跟我讲，这个活动花了300、500万都是我出的哈。那就出钱出力了哈，所以他说我很冤枉啊，我很冤枉哈。他被怀疑是主导罢免这个吴思瑶跟吴佩仪的联署了啊，所以他们有没有抄啊？哪里谁给他们这个名单？党员名单哪里来啊？那另外呢，这个游淑慧哽咽啊，说呢，民主党说他组织犯罪了哈，就是说呢哈，大概是这样的哈。什么叫组织犯罪？就是说，如果只是以这个所谓涉及伪造文书，不可能去这样同步发动搜索，所以呢，民进党也好，检察官就想出一个点子，说这是有组织的犯罪，组织犯罪法原来是侦办黑道的，他现在就说国民党就是个黑道，所以你看这里的这个伪造，那边也有可能抄党员名册，所以它是一个组织犯罪。当组织犯罪罪名下来，就可以同步搜索，就可以到处去搜索。他的名义还是说伪造文书，他其实他真的在里面用的叫做组织犯罪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呢说涉嫌罢免伪造文书啊，然后有勾串湮灭证据禁止这个会见啊，专案小组说幕后还有藏进人，什么意思啊？我搜索了你这些议员，我就搜索这个市党部，搜索了市党部以后，再来是谁？中央党部啊，当然是这样，一步步给你高升啊，所以朱立伦说呢，今天在北院羁押庭要去抗战啊。那另外罢免傅崐萁的这个李美玲了哈，因为他是2个社团的负责人了，他们最近几年领了这2个社团领了差不多900多万，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你看看这些人就是绿的，然后领政府的钱，然后呢，政府的钱现在到了罢免之后开始带头罢免啊。那所以朱立伦说，这不是贪污，什么是贪污？李美玲也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个案啊。那检察官到底有没有搞双标，有没有双重标准？卢秀燕说，当时韩国瑜市长被罢免是怎么说的？什么意思啊？韩国瑜市长呢，当时呢，因为他被罢免，他也去告。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90几个人认为说是伪造文书，60几个人死亡，不少人啊。另外有连1、2万的人日期填什么呢？填同一天，2018年12月26号。他25号才当选了，20号就开始1、2万人去联署他。那检察官呢？他告了5个人，包括李进勇，5个人呢，4个人都没传唤，直接不起诉。说那个罢免团体怎么去查证是真的假的？他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嘛？他找各种理由了。我乐等那个，我看那个不起诉处分书写很大，所以不用传都不用传就不起诉了。这不是20年以前的事情呢，这只是4、5年以前的事情呢。那怎么现在就开始要抓人，而且要搜索，还要你如果问我了，今天早上又有记者问我说，这样去抄名单好不好？我认为真的不好了。你就是叫大家的联署，干嘛抄名单呢？不管什么理由啦，是时间急迫了。但是这个有没有罪到要把人家搜索党部，然后把他关起来？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啊，对不对？而且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你事先就警告，这次我跟以前不同我要好好抓。以前都是剃掉就算了嘛，以前没有关任何人啊，也没有搜索任何人啊。那这就变成这样子，有点不教而杀为自虐，我觉得了。他们可能也没想到，所以以前都可以，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现在就是不可以，把你关起来。我们看一下。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被检调人员带进地检署。挤过人群走进大门，黄吕锦如面带疲倦。台北地检署侦办罢绿团体涉嫌不实联署案，再度发动搜索，约谈黄吕锦如等4人。从上午搜索后漏夜侦讯，凌晨4点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除了黄吕锦如，包含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书记长楚文清、总干事姚富文以及第1区党部执行长曾凡川都在其中。
接连大动作侦办疑似因为北检接获告发，有民众指出罢免吴思瑶、吴沛忆的罢免团体涉嫌伪造提议书，检方向中选会、台北市选委会函调资料后，查出已有冒名提议的状况。从4月14号先约谈吴沛忆罢团等人后，17号第二波行动，晚上国民党号召行动中，赖以任也现身。大家好，我是罢免吴思瑶的周行人赖以任。撕掉脸上的绿色胶带，拿起麦克风喊话，中途马上被辩护律师跳出来制止。他说讲了，不可以。第3个，他说不要把自己变。不要再讲了，不要让赖以任再讲了。我是他的律师，侦查不公开，我要保护他。好，委员会觉得冤枉吗？那是什么人？来，淑慧，老实说，你讲得很好，来说说看。没有，我是这样子啊。我以前是官员，那我现在是民意代表。我对法律的认定就是我常跟公务员讲法律的尊严在哪里？就是如果民众来申请可以，那就可以，而不是说民众来可以不可以，然后议员来就可以，应该是一致的标准今天如果是违法的，我也不会说，哎呀，我违法，他也违法乱扯一通，不会。但是重点是检察官的责任在哪里？检察官的责任是你违法我也办，他违法我也办，而且办的程度是一样的。而不可以说你违法我看到了，他违法我没看到，这是大家各自的分寸我们讲到联署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领衔人或是那个 leader， 他就是最后负责收的那一个，大家散出去联署，你怎么知道下面的人有没有人自己偷工减料觉得说哎呀不要紧家本来都是我很熟的人，我帮他们签一签，然后最后交上去给负责的人。当年罢韩四君子被告的时候，检察官就是用这个理由说，哎呀，这罢韩四君子他不是民政系统，他没有能力去查核这些联署书上的人是不是已经过世了，是不是真人。那同样的，就不管是黄旅或赖以任，请问一下，他们是民政系统吗？他们有能力去查核说这个是不是还在，这个是不是真的？所以伪造文书要抓没有错，你要去抓实施伪造文书的人，不可以随便说我把这些大头抓起来然后我目的是要看他们的通联记录以案查案。其实我说白了，就是要拿他们的手机看他们的通联记录啦。当年我们那些里长，2024年去大陆回来那10几个里长，一落飞机就被抓走了然后抓走以后，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手机都查扣，然后去看他们的赖记录。然后里长出来跟我们讲说，那个检察官调查局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帮徐小新辅选？你为什么要发赖说请大家来参加徐小新的活动？那里长很傻眼说我国民党籍的里长调查局还问说你是不是接受中共的指示？就是要你的手机而已啦。2023、24年把人家抓去，到现在没事通通没事通通没事你只因为你怀疑，你想知道人家的手机，你就随便一个理由把人家抓走，把人家手机查扣。陈冠安也是一样他是罗志强的助理，他只有去站下讲话他根本没有参加联署的行政作业。所以你是用什么理由把他抓走？还是你是要他的手机？再讲一个我议会的同事好了，侯汉廷。当年他也是凌晨6点被人家叮咚，以国安法违反国安法，被限制出境多少年，手机都被查扣。大家知不知道他有好几年都不敢用赖，都不敢用赖，手机被查扣，然后限制出境，到现在他已经是第2任的议员了。那北检，你有能力你就把他定罪所以不是这个样子，法律的尊严被你们这些司法人员丧失的荡然无存。真的有罪，你去抓犯罪的当事人，不是乱抓一通来，老陈，其实淑慧看自己不清楚，我肯定他在昨天的3个场景的表现他自己刚啰里吧嗦有完没完的讲一大堆，没有关系。我觉得昨天在北检这个面前所表现的，淑慧有3个地方，我觉得还很厉害。第一点呢，他很快的就是把它界定这是公民不服从，因为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显然非常有可能是违法的行动里头，有所谓把它定义成他犯罪的成分最轻，这多厉害！第二点呢，他以现任市议员的身份去
向现场维持治安的警员表示致意，是太厉害了。因为警员是他管的，而且他是市议员警员呢北被给他妈撩了嘞，他去向他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看到赖以任这个嘴巴的那个撕下来，然后他妹妹就说：“不要撕，不要撕这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结果我觉得这一点他恐怕在现场不是完全了解，他的斗大的眼泪从他水汪汪的眼睛就这样掉下来。这3个我认为在昨天一场乱局里头的国民党这些没头壳的乱成一片的里头有时会脑筋最清楚，所以我向他肯定但是我跟你讲，到我们谈到现在，本节目谈到现在，没有就昨天这个乱象做一个解释。昨天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我们台湾的大罢免就相当于美国的大关税。我一直讲，大关税其实是违宪又违法，但是他因为他气势太盛了，没有人敢跟他唱相反调，而且他说都排队来 kiss 我的 S， 所以大家等的嘛，不敢讲但是最近已经开始有几个州跟几个企业要告他了，加州已经告他了。我在台湾就一直讲，民进党这种不流血、这种擦边球、这种近乎违宪的行动是违法也类违宪的。国民党听不进去国民党的一连串的反应就是慢人家几步，而且没有组织、没有能量，论述讲不过人。这个昨天的效果，就是因为朱主席慢人家好几步，才决定要反罢嘛。那你反罢没有能量，连署都不够人。说第一回合是35-0，35-0太丢脸了，所以震怒然后这是一连串下面为了补救35-0的丢脸的事情所产生的后果。你们一直在讲，包括主持人在讲说这边。你不用弄抄王林的名字，不是一样吗？都要办，我赞成都要办，但是结果一定不一样，因为通通加起来，这一边是12个你再怎么查，再怎么办，再怎么罚，跟那这1960几个是不一样的。休息一下再回来。一条好，除了台南、花莲、台北、新北、高雄地检署也动起来了。我怎么可以输人不输阵？要抓所以呢，因为高雄有罢2个民进党的委员了所以呢，罢他们的总部那被检调搜索所以呢，当时这个总干事叫朱磊。他说：“昨日警总监视调查局，怎么跟以前警总一样乱抓人是不是有人害怕了，所以要抓我们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就要抓人要有拘票嘛，他没有拘票就要抓人所以呢，人家就会说你拘票给我看看你为什么来抓我们呢？没有拘票，他本来要把这刚刚那个朱磊的太太带回去调查所以呢既没搜索票也没拘票，就要出动了所以呢出面制止。”不可以把我们带走，因为你没有拘票，没有搜索票那尤银龙是说，死人联署，就你问我就讲死人联署这个或是错误联不应该嘛？事实上能不要最好，但是有这么严重吗？需要抓人吗？你可以办他，起诉他，我觉得你可以起诉到法院去，大家攻防嘛，就把他抓起来不能会见，怕串供，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5年以下徒刑在我们的刑法刑诉上是很轻的罪我们很多罪是5年以上、7年以上怎么5年以下？那几乎是你看看所有的罪，几乎已经是最轻的之一了。为了这样子，你以前什么时候看过因为伪造文书把人家拘押搜索？没有过，我没有看过。我问过律师，律师也没有看过这种情况而且同步各地都搞各地搞是真的。检察官说：“我学你，你学我吗？”还是上面有意思要把你们团灭，就到这样把你团灭，统统灭掉所以尤银龙有时候把他当重刑犯处理呢。所以民意会有反应的，因为他搞民调嘛。你这个不是不行办你当然可以办了，但是有这么严重吗？比例原则不对，会到这个地步？匪谍也不过20万就交保了。尤锡坤的秘书，对不对？说过去几年拿了老共几百万，
检察官说拿了几百万减掉，20万就交保了。那这个东西有那么严重吗？哦，需要搞成这样子吗？哦，还是要造成一个寒蝉效应？你们都不敢。所以台南说现在进度很慢了，他都很怕出头啊，因为你要登记啊，你去那个联署要登记，你叫什么名字啊、电话几号啊、身份证几号、住哪里啊，很多人就有点担心了，这是各自啊。哦，那朱立伦说说26号上凯道。罢免赖清德，罢免不了，我就告诉你罢免不了，让他付出独裁者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在修宪，大家以为，我开始也以为啦，只要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就可以。现在不是啊，是宪法规定了。是宪法。要立法院什么2/3，那你现在没有2/3嘛？民进党超过1/3，所以你的立法院不通过，你根本不能搞什么全民投票，不可能的。当然讲可以，但实际上是做不了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取得路权。26号下午，在凯道见，上凯道，上凯道。在群情激愤之时，绑着白色头巾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宣布426凯道集会向总统示威。现在已经是5点多了，天还是黑的。让北检里面被声压的台北市党部干部指导自己并非孤立无援，朱立伦率领蓝营立委门口守夜。18号一早又主持立院党团大会，台中市长卢秀燕也隔空声援。昨天晚上，那我非常的感动，因为面对国家滥用司法当作工具在追杀我们的民众，但是有那么多人会挺身而出。而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接力呼应，写下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期待减掉捍卫超然独立性，别成为政党工具。从这刻起，蓝营大咖不再安静。现在谁在说国民党软弱？他就是民进党要来分化我们的间谍。另外，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刘英龙也表示，填错连署是否真的这么严重？有需要用重刑犯的方式来处理吗？民意会有反应，但查办假连署减掉，行动持续。铁门拉下一半，18号一早，高雄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罢免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跟黄捷的连署站，翻阅带走资料档案，从北到南检调，接力查办。小妞，这北检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叫小案大办嘛，刚刚大家其实有讲过嘛，过去在10人联署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基本上罢免联署第一关就是跑系统嘛。那你跑系统，基本上只要死亡，他就一定会被剔除嘛，所以他对具体的联署结果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有很多的死亡联署，但到最后都是用不起诉来处理的一个原因嘛。但显然这一次其实也不是只有，虽然数量上国民党确实是多了一些，但在侦办的强度上面，你可以看到是天差地别。我特别要提醒一下，罗志强的办公室主任陈冠安跟联署无关的人，那为什么被带去问话？这你北检总该说清楚讲明白嘛，所以显然它背后是有政治的考量、政治的介入。那从政治的角度切入，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打击国民党士气嘛。因为基本上，当我们立法委员面对大罢免的时候，本来压力就已经非常大，我变成要双面作战，我要守国会的战线，我还要回访选区，本来就会压缩大家监督的力道。那我们现在期待当然是蓝军的这个支持者嘛，好，大家要站出来，好，不能只是我嘴巴上支持，好，但没有任何的行动力嘛。那民进党看准了这一点，他就要打击你的士气嘛，他要创造从头到尾其实就是寒蝉效应嘛，他希望大家不讲话，希望大家不行动嘛，所以监督力量就继续被压缩嘛。那这样不只有可能我们在大罢免的战线会失守，你整个监督的力道失去之后，坦白来讲，在野党就算掌握国会多数，请问又怎么样？现在的执政党是连国政瘫痪他都不在乎的嘛，这预算解冻案也不送，对不对？法案也不推。很多民进党的招委连议案都不排了，通通去考察，就是根本没有在跟你管这个，他跟你搞恶斗嘛，非常的对手用非常的手段，所以当然426大家要做一次集结。北检昨天的临时集结，其实已经至少虽然人数我们不要讲多或少，但至少某一些层面让支持者，尤其是核心的支持者，至少士气上比较有具体的进展嘛，要不然过去大家闷很久了嘛。现在民进党一边在制造寒蝉效应，可是我觉得其他反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反抗效力的压力锅嘛，就大家那个不满意是闷在心里，但它没有一个出口嘛。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办法顺势的调整，刚刚大佬讲说灭党不是叫灭党，我觉得叫颠覆啦。国民党要摆脱过去的习惯跟习性，你永远都期待由上而下有个救世主下资源搞组织，然后就会赢选举。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丢掉了，你反而是要回过头来由下而上嘛。你的群众要求的是什么？他期待的是什么？他期待的是你好好的站出来跟独裁者对抗嘛。
他期待你在该站出来的时候要站出来的速度要够快嘛，那就在426的时候做一次集结嘛。这集结当然要动员，当然要号召，其实某一些层面也是备战嘛。这刚刚大家丢倒戈什么的，但无论如何，接下来国会议员这个层级会面临一波选举嘛，可能是罢免的选举，也许是倒戈后的重选。但不管怎么样，你的部队你总要暖机吧，你大家总要站出来嘛，总要有明确的这个方向跟指示吧。如果这些东西再不做，那你就等于是放任民进党的寒蝉效应继续加强嘛。你那如果这个东西持续这样下去的时候，那对于核心的概念，也就是监督政府这样子的力道就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坦白来讲，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存在价值也没有了。那台湾就真正走向绿色独裁嘛。而且国民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哈，就是朱立伦呢，昨天才号召大家到北检呢去抗议，其实是晚一点了哈，但是晚总比没做好。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当台南的国民党的市党部的副主委被收押的时候，国民党就应该跳起来了。民进党竟然敢去动用这个司法检调系统，然后司法检调系统呢，甘为走狗啊，这样子来去那么大力的去杀这个国民党的这次呢在罢免的这些行动的人，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今天呢，他可以这样子动用这个司法的检调人员，然后来去这样子做，他明天会做出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你是很难以想象的哈。而且呢，今天呢，当这个国民党呢在台北地检署的时候，这个蒋万安呢喊出这个倒戈，当然是倒戈这个就策略上面来讲，是不是能够成功？其实它基本上是很难成功的了哈。可是就于战略上面来讲，你就知道国民党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识到的这种严重性啊，也是觉醒太晚。就蒋万安而言的话，其实现在呢，到目前为止是双北的国民党的立委被罢免的几率很高，而且呢，他被民进党呢围剿的，现在呢都是在这风口浪尖上。你看，包括王宏威，包括徐巧芯，包括李彦秀，还有包括罗志强，以及就是有战力的，像什么小牛啊，然后还有叶元之，这些呢都是被锁定的对象。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点，蒋万安在这个时间点呢提出来这个倒戈，他有一种很策略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是国民党还是有很多的立委在2阶段这个联署的时候呢，依然呢是希望说啊能够低调一点啊，我不要出头啊，枪打出头鸟，或许呢他就有机会呢能够躲过这个2阶段的联署。但是民进党他没有要给你善罢甘休啊，所以说你如果提出来这个倒戈，然后真的是还解散国会了的话，那起码就是可以拉出一个战线出来，就大家一起跟民进党对战嘛。但关键在于是说，民进党他不会，他就算你这个不信任案在立法院通过好了，他是民进党他不会提出解散国会的嘛，因为呢，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为什么现在？我看现在是除了柯建铭呢很希望解散国会重选，他就有机会可以当上这个立法院院长哦，所以他可能很期待是这样。但是就民进党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用大罢免的手段，一方面呢能够分化国民党的内部，那另外一方面能够让你们这些有战力的国民党立委呢接受到凌迟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对待，然后他同时也可以分化这个蓝白的阵营嘛，抛出这样子的个议题呢，分化蓝白的阵营，他稳赚不赔啊。所以说倒戈这个提议呢，它是不可能过的啦哈。但是我觉得就策略上面来讲，并也不像就是说大佬呢刚才在私下讨论的，觉得说蒋万安提出来这个东西是很傻，我是不这样看啦。这些都是理论啊。很短的时间呢，我补充一点实务的。你晓得黄锦如为什么会被收押？黄旅了，黄旅锦如啊，你晓得他为什么会被声押？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部属的手机都收了，所以手机里头提供的情绪，我们刚才讲组织犯罪，不是黑道的组织犯罪啊，是你这个是有系统，从北到南手法一致，就是抄，可以抄，而且要抄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手机都讲得一清二楚。现在关键在黄锦如哈，是有1支以上的手机，你缴进来的哪一支，你认罪不认罪，关键在这里。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先把那些年轻人找去，对不对？一定会问嘛，手机也都被
到现在为止都扣，我的了解都扣走了哈，不是说回家交保就把手机还给你，没有，都看慢慢查，看你们到底有跟谁联络了哈。基本上呢，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我在什么就你政党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组织犯罪嘛，它就是个政党啊。那你政府如果之间比如政府有些政策不对，我可不可以说你政府也是组织犯罪呢？你们不是开院会不就等于是不是那个意思啦？就是这个意思啦。公共你有系统性的操作，那也不能叫组织犯罪嘛？你去看组织犯罪法的定义是这样子吗？滥用名词，对嘛？所以滥用就不可以嘛，因为你组织犯罪就是针对黑道嘛，你把一个政党当黑道，你搞什么鬼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政府很担心老共做统战怕得要死所以呢，宗教前天在民进党中常会，赖清德要求民进党的党公职到什么陆港澳要去报备啦等等一堆现在是宗教团体的道路呢，也要到登录平台去上线。你去看谁？看妈祖还是看关公对吧？然后去干嘛做了什么事情？见了谁那国民党委员，你不是制造寒蝉效应吗？对不对？那民进党说我们鼓励你填啊，不填也没有法则宗教界很生气，所以要考虑要澄清，就对我们宗教是不信到这个地步那另外呢，这个立委就说宗教界就要去报告填表，那福院党都被共谍这个渗透了，你要检讨一下那刘世芳就说呢，这是自由登录了，要确保我们国人的安全的，免得这些宗教团体去卖台或者当成匪谍了，被利用那行政院呢，将来也要强化公务员查核机制，要防堵境外势力趁机来渗入所以呢，公务员的查核机制要注意，不是只有宗教公务员你去到香港澳门大陆都要都要通报而且都要回来报告你去干嘛，接触了谁那另外呢，立委更重要了，因为立委接触机密的可能性很大，所以立委到大陆也要报备同样给你报备那翁小玲说，那不如先查自家的共谍为什么呢？这个立委要去也要报备到底怎么回事那当时那个5个共谍嘛最近抓了5个，一个是20万交保，另外呢2个被告已经2月就押，现在在延押23月延押到6个月，再延押3个月吧然后呢，现在4个人是被羁押禁见的那另外呢，涉外人士我国的涉外就是跟外交有关人士了谈共谍案呢，说吴钊燮是战狼怎么养个狐狸在旁边呢？狐狸偷你的机密，管你的行程那另外呢，这个民意调查协会今天新成立的民意调查协会呢，就问说你到底知不知道总统外交部立法院长办公室都有这个共谍居然还有33.9%不知道呢？我就想为什么这么大的消息怎么不知道呢？因为当然现在很多人也不看报了另外呢，我看那个民进党那个政论节目都不讨论，只要对民进党不利，通通不讨论。所以你只要每天看民进党的这些政论节目，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我完全不知道所有重要事情都不讨论对民进党只要形象不好的。那另外呢，严不严重这个事情所以知道了认为非常严重58%，将近59%，严重的22%，因为不严重只有4%。非常0.36%，但是不知道就不知道严重不严重，知道的都认为很严重。我们看一下，大陆广东上个月两岸公庙代表共祭妈祖，现在宗教团体要去大陆交流，内政部鼓励公开揭露，采取以鼓励为原则。那最主要呢是希望能够用这个公开资讯的方式。而且呢，它是一个以团体为主，非自然人。配合赖17条政策，内政部启动宗教团体附录登录平台，鼓励公开揭露。目前有1.2万个立案团体适用，但就被蓝营批评，怎么连妈祖都要管？与其花这么多心思在考核我们自己台澎金马人民的忠诚就是说你要不要去大陆你是不是效忠中华民国不如多花一点心思在国计民生上面。那如果真的有统战，包括他违反了这个台湾的国安法或是台湾的反渗透法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依事实的根据来就办。要是对等尊严、合于规范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都还是
正向看待。民进党团也配合赖17条院会提案立委附中条款进入议读。蓝绿高分被互呛，被蓝营大酸，不就是府院党被渗透吗？想必蓝白再度挟人数优势，把提案给挡下。小牛内政委员会召集人怎么看？不，这个2个事啊，一个是前面讲宗教团体这件事情哦，因为这是最近的新闻啊，他说要在网站上弄一个这个宗教交流专区啦，然后他也不强制。也就是说，鼓励你申报。那他的理由是说，因为过去有一些，比如说一贯道啊等等，在大陆不被承认的宗教，然后变成了人回不来的理由，所以他讲是安全理由。可是我觉得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你宣称的问题，它其实是不对称的。如果因为两岸对于宗教的认知法规不一样，你应该是有宣导专区，好让资讯更加的透明，让大家有防范的意识，这个我觉得就 OK。可是你搞一个报备。我就觉得你其心可诛嘛，你一定要去搞这些有的没。那更好笑的是什么？你要做还做半套。你如果真的讲说，我现在开始我就是要界定它就是全面敌对，所以这些东西要中断，那你当然要有强制力啊。你怎么可以说那我就自由填呢？为什么他不敢有强制力？因为很多的公庙文化，他也不是全部都是支持蓝的，很多也是支持绿的啊。南部难道没有公庙吗？他们难道不是来自于跟对岸没有一些关系，或者是甚至是来自于对岸吗？信仰这种东西本来就很弹性的嘛，所以到最后就是个不三不四的，就我好像做了一点什么，好，但是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强制力，好，就是为做而做。那另外一部分是他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个所谓的国安法案，跟最近以前我们当然就是比较麻烦嘛。你希望好好的去讲道理的时候，你只要质疑他的目的，他其实就是阳谋嘛。你只要质疑，他就是贴你中共投入人的标签嘛。但这段时间风向开始逆转了。他们今天在里面大喊说什么要国安什么，我们就喊说查共谍啊，结果他们嘴巴闭起来，为什么？因为共谍什么都在你府院党啊，你总统府的资议，对不对？外交部部长的机要，你党什么民主学院的执行长，通通是共谍。那你是不是要先把这些案子查清楚，我们了解样态之后，你再来讨论相关法规的完备之处？你觉得这些现在潜伏，比如说潜伏在吴钊燮旁边，他有去大陆吗？他如果没有去大陆，他有没有办法交付资料？有没有办法泄露国家机密？他有没有可能形成国安破口？还是有可能啊，对不对？是不是先把你样态搞清楚，该抓的先抓，严办的先严办，大家再来好好讨论法律漏洞在哪里，是不是比较适合呢？苏慧，我觉得是这样哈。之前我们现在被抓的这几个这个共谍哦，他们有没有去过大陆啊？因为他们都是民进党很有一个去了，最早那个有去。对，那其他人他们都是很民进党很资深的助理，像何仁姐从念书的时候就是罗志正的学生，然后接着就跟着吴钊燮进入政策会，然后一路还行啊，他做康魁，拢底民进党相关的。那他有没有去过大陆？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之前呢，我们的国安会才做了一个报告，说去年起诉了190几个这个共谍，其中60%都是现役军人，然后其他的什么黑道啦、公庙啦一堆他都没有讲到这个民进党内的这些幕僚。那这些人真的都是去过大陆被吸收的吗？尤其是现役军人，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大陆的吸收点可能根本是在第三地或是在台湾？那你一直管制去大陆要做什么？这是第一个。你自己民进党内的共谍是怎么被吸收的模式先找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就好比是我们警察局内的这个保险箱遭窃了，然后说哇犯案严重，我要在民众的家里装针孔摄影机。这不是很好笑吗？你自己民进党执政了9年，掌握了庞大的国安系统、检调系统、这个情资系统，结果你自己被渗透了。我没有说你党内有内应，我只能说你的国安做得真烂。然后你一天到晚要防范我们，你先防范自家人好不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呢，柯文哲跟检察官在庭上的对干那柯文哲拍桌子骂检察官，检察官也这个跟着很凶他主要是跟检察官是说你侦讯我太累了，都不让我休息，讲我有让你休息啊等等。那北检说呢，柯文哲有不雅的这个片子存在他的硬碟里面human 下面走 woman 那北检就申请。我们要勘察这个不雅片，柯文哲就说：“那我们就全部公开。”我本来以为是公开不雅片，不是，全部你检察官侦讯我的资料，通通拿出来公开，意思是这样子，全部来公开。有很多人你敢公开吗？
这个法官好像说这个跟那个案情没有什么关系，说裁定好像不要公开，这个有什么关系？你只要毁灭柯文哲这个人，说他平常大报他就会看这个，看这个又怎样？那跟这个案情有什么关系嘛？案情无关，扯这东西干嘛嘛？那陈志涵就说呢，检方用话术来抹黄柯文哲，法官都忍不住制止了。法官可能觉得这个跟案情无关嘛，在法院他们两个对杠，柯文哲说检察官是疲劳侦讯他，黄国昌就说呢。所以说，检方还恐吓柯文哲说：“你给我气矿买，给我试试看。”所以当时检察官是黑道啊，怎么试试看？你检察官讲这样的话吗？所以呢，说呢，这个张启凯也说，干脆比照的强尼逮捕这法院直播，干脆法院直播让大家看看所以民众党也下集结令所以昨天小吵不吵到法庭去，我们看一下。我昨天也公开点名法务部部长。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齐泰昭全部出来说清楚了，全部出来说清楚，你们是这样在教育检察官还是被你们挑出来，要作为民进党鹰犬？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前主席柯文哲前一天再次开庭与检方对杠，黄国昌难以接受检察官态度，痛批司法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让柯文哲认罪。而民众党更用 AI 生成声纹还原法庭对话。我明白讲，其实只有林建言问的笔录要查而已，其他哪有什么问题？被告对于细节都不回答。我说不要侦讯的，你是怎么对付我的？你怎么可以不接受侦讯？从早上问到下午，受不了了，不要再问，你不让我听。你这是污蔑，我说可以休息。终究真相会被世界知道。一个检察官在问案的时候可以说，你以为这样讲可以糊弄过去，我们就来试试看。请问你要试什么？你是检察官还是黑道流氓？而上一次准备庭，柯文哲也揭露，检察官林俊言威胁他，如果不配合，就要公开他硬碟的我们不雅影片。林俊言问我的影片可以公开，看他们是怎么对付我的，他也是跟我心理战吓唬我而已。要公开就公开，最后审查我的是社会大众，看你们法庭怎么在玩我，不要断章取义。它是有前后文的。民众党强调，上一次开完庭之后，就开始严拟用 AI 来还原法庭上的状况，同时这个新做法也是为了维护柯文哲的声量跟名誉。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已经提案了，这些重大的案件应该要透过直播来让人民清楚的知道资讯，我们的真相不能够被单方面的蒙蔽。马英对抗司法不只要正面到北检开庭抗议，也用科技继续替柯文哲发声。张启凯的意思不是说只是柯文哲的了，他说将来要希望立法院呢修法，重大大家瞩目的案件就开放直播让大家看啊，主要是这个意思。来，王慧。我想，我们民众党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讲嘛，好，就是说，去年的这个柯文哲有可能是明日的任何人哈。那最近开始就是因为这个柯文哲准备停，所以柯文哲可以终于可以为自己做一些发声哦。但是呢，每次昨天我看到我们这个北检呢也去了非常多我们的小草哦，大家都非常希望进去看一看阿北，好，那也听一下他自己怎么样来对应当场就是跟检察官之间的一些对话哈。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党里面哦，就是说同事进去之后用手记录之后，也把它做一个生成，让大家可以了解现场阿北怎么样来跟这个检察官做一个对应哈。那刚刚这个赵大哥其实也讲到非常多，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让我们觉得有非常多的疑问的地方了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林俊元检察官哦，他的这个问案的方式很特别，他问的呢特别容易就认罪，好，现在认罪的两个就是彭正生跟这个邵秀佩，他们两个都认罪，可是这两个都有一个特色，好，就是这个录音档本身跟笔录之间呢是对不起来的哈，因为看起来柯文哲的这个律师团是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核对的哈。那昨天当场，其实在这个检察官的部分，他也有承认哈，他说这个部分其实确实笔录有瑕疵嘛哈。那就他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恐吓被告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这一位这个林俊元检察官他的这个问案的方式，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解，然后，所以我们觉得在台湾现在的司法，除了让大家不信任之外，他的整个一个侦查的方式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前一趴我们在讨论有关这个大罢免的部分啊，我先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全台湾看起来很多的这个地检署开始动起来，动得很凶。昨天早上是民众党，下午就国民党，大家好像现在都到地检署去，很想表达些什么。老实说，刚刚前面这个主持人还特别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关民众的这个政党倾向部分，我觉得民众其实都会看呐。其实他其实大部分的人他是看人
不看党，所以就是说他们对于议题的部分，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哈。大家对于这些议题的一些处理方式，像这个目前来说啦，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呢进入到2阶的部分，我自己在地方的观察，就是说用这样的方式侦查起来，确实会造成寒蝉效应。我知道最近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也到宜兰这边来，他就是希望说在2阶的部分，大家可以全力动起来，因为我们宜兰的这个是绿委嘛，好，那动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些相关的议员大家也会表达，其实大家会怕被查水表，你知道，这种担心是确实会存在。不要说打都没惊，惊啊，那也没惊嘞哈。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这波为什么这样动起来？其实跟往前上个礼拜，其实大家讨论，当然我们前一题也在讨论有关这个所谓的这个共谍的部分啊，我觉得他就把这个风向带走，让大家就开始讨论有关这个大罢免的部分，就不要再讨论他们家出了很多这个府院党都有所相关的这个共谍在里面啊，这个案子大家就慢慢的就声音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一个风向再把它转一下。通常这样了哈，就是说因为台湾这个社会喜欢检举来检举去很多嘛，那个交通，你说开车都知道常常被人家路上被人家检举。那现在就是接到一封检举函，就用这个检举函大张旗鼓去搜索，以前没有这样子的。你就算接到检举函，你要先把它搞清楚，把当事人来问一下。这不是啊，只要有一个检举函，立刻就大张旗鼓，可以这样子吗？哦，孟华。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从我们看到的刚刚的像柯文哲案，或者是像大罢免被侦查的案子，其实呢都是做贼的喊抓贼。如果没有一开始国民党没有去抄名单，没有被发现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死亡连署，其实那个比例高到非常的夸张。那如果没有这种状况的话，为什么会有后续那么多说，可能是一个组织型的大家抄名单？如果大家都是一个公民好好去填的话，根本不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柯文哲案也是，他如果没有一开始用图利的话，也不会有现在的状况。那我也很不希望看到说呢，就是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都把它操作成政治的事件，尤其是民众党，每次只要柯文哲一开庭呢，马上就要做政治的宣传。那好，非常的希望就是柯文哲赶快回来，一直想念他，然后还要用 AI 来生成相关的影音哈。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那么清楚的，知道说到底开庭发生什么事，可陈佩琪却不知道柯文哲的病情发生什么状况？我觉得这也非常的疑惑啦。那我也呼吁黄国昌呢，如果呢他每次呢都要这么大声的向检方呢，我觉得不如呢他就自动请缨去当那个柯文哲的辩护律师。其实我之前讲过非常多次了，反正民众党的立委本来就2年要轮一任嘛，他就提早的来辞职，然后去当柯文哲辩护律师，直接好好的在庭上帮柯文哲来辩护，而不是呢一天到晚这样操作小早的情绪。我觉得这样子的民众党越走越歪哈，也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方向。那个朱慧。对我来说啦，我们的检察官现在到底重点是什么？当我们发现有这么多共谍埋藏在政府机关里面，如果你要大举的全国搜索，现在应该是搜索跟共谍相关的上线、中线、下线。共谍案才是现在台湾影响国安至高重要的事情。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检察官是高雄啊、台南啊、花莲啊、台北啊、新北，通通都在搜索罢免联署。对于台湾的司法体制来说，到底是国安问题严重，还是罢免问题严重？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司法人员，你们觉得哪一个问题比较严重？我们的共谍案到现在都不清不楚，只抓到那个共谍本人，他的上线在哪里？他怎么交付钱给他？然后他们的下线是什么？还有没有发展下去？你要搜索吴钊燮啊，对不对？你要搜索跟这个人相关的人，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们有去搜索嘞？游锡堃家也不用搜索吗？立法院也不用搜索吗？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司法检调，你们要有公务员的良心。我就讲到阿北啊，这个民众党应该是个无可如何，感慨万千啊，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决定，我认了跟不认了效果差不多。他现在跟检察官跟法官在庭上就开干了。那在每次开干呢，又有小草在场，那小草人数还不少。你晓得这些小草，就是说犯罪的柯文哲要比其他不管什么颜色的政客还可贵，所以我们其他的政客是很不堪的，你知道吗？但是每次这个在庭上柯 P 这种表现啊，黄国昌就不得不表演，他就咆哮了。所以我觉得民众党要有未来啊，这个党主席的基本资质是不错的。但是他不能一直每次咆哮就咆哮司法单位，而且是针对柯 P 咆哮，这样啊，民众党，我觉得晚会你还是依然免去给了那嘞。柯文哲跟检察官呢彼此之间对于所谓的那个不雅影片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再一次暴露了，在这个民进党政府执政底下的这些这个检察官，
他们是在争相竞赛吗？他们是在向上面表忠吗？柯文哲就算有不雅影片，他其中只要不要涉及说有什么未成年的那种的照片的话，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你连另外成案要再去办他的也没有。可是呢，我们的检察官呢，竞相以这样子的一个行径呢，在毁灭柯文哲的人格，在上面表忠，然后包括再去搜索像什么赖以任这些人也是一样啊，他们都恐吓他们啊，威胁他们啊，你们出来的时候不能讲政治迫害，好可怕哦。柯文哲过去的决定到底有没有违反法令？他自有法庭的公法，但是毕竟他是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我认为他值得一场公开透明的审判。柯案从头到尾有太多的杂讯去干扰办案，并且背后都有很多政治谋杀这样的阴影存在。处理这样的争议，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更大的透明来解决相关的争端。听起来很熟悉，更大的民主。